今天我们来学习制作这种多肉这个多肉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叶片都很小。我们来跟这个多肉一比较就知道了它的叶片都是非常小的。那如果我们是制作这种多肉呢，它的叶片大小可以做到这么大这是中间层的。那再来看一片最外面那一层的可以做到这么大。那如果再拿它最小的叶片来对比呢，我们发现它最小的叶片也要比它大很多，对不对？那跟它最底下的这种，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最底下的这个层次最大的这个多肉叶片呢，它可能大小就是一颗花生仁那么大的一块粘土就够了。那我们这个就很小了，我们看看它有多小小到最小的可能一颗绿豆那么大那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切它的那个大小，然后就是分层次。我们看看有多少层呢？第一层最里面的那一层是3片叶片，然后每一层呢就是有3片每一层都是3片，就是插空的每一层3片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的层次是非常多的，1、2、3、4、5、6、7、8、9、10个层次，30个叶片。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做更多也就没有很严格的说你一定是有10个层次，不一定就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那么接下来就先调颜色，这个是紫色的，浅紫色我觉得也蛮好看。那我现在呢想做一个有点偏草绿的一个浅浅的绿先调颜色，一样的就大概2颗花生仁大小的深颜色去调，大概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白色。我们看调出来的颜色也是蛮好看的这个绿很漂亮，很浅，有点偏草绿色，又有一点点偏橄榄的那种感觉，橄榄绿的感觉，非常的暖的一个浅绿色，有点暖暖的感觉。拉一拉它就均匀了。有的同学不会调颜色，老是这样子揉不均匀，我们就是要拉伸它很快就均匀了。接下来就是挤压掉空气。那你看挤压的时候它爆破，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气泡就从里面冒出来了。那当你在挤压的时候，你还能听到很多的气泡声，气泡爆破的声音，那就说明里面还有很多气泡。一直挤压到听不到那个声音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搓圆。没有气泡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表面搓得很光滑，有气泡就很难。那接下来呢就是搓泥条，尽可能的用我们的手掌这个肌肉发达的这个位置去搓它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搓得均匀一点。千万不要用手指头，手指头只能是做一些局部的调整，因为我们的手指就它本来就这个面就是不均匀的。好，那因为它很细分层次可能对于有些同学来讲可能不太好分，那怎么办呢？我们先给它分组来切。比如说我刚才那个是一共有10个层次，那么我从最里面的层次一组，也就是说这一组我要给它分成3个叶片那么大，然后第2组每一组都比前面一组要大一点，这个好像大的太多了一点就每组比前面一组大一些。
啊，每一组就大一些。我大概判断啊，并不一定准，就是大概啊，你看到它每一组比前面一组要大一些，那不一定10个层次，也许11，也许12。好，那我就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切到这里，剩下的就不够1个层次，我就留着做枝干了。要揉起来。好，1、2、3、4、5、6、7、8、9个层次，那我们就先把它收起来，放在盒子里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再切开它。如果有海绵的话呢，我们就一边做好了，就把它放在海绵里面晾干。海绵，在海绵里面晾干它。那这个要3个层次啊，3个，每个层次平均分成3等份，这个就很好分了。大概目测的去分。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分得均匀，然后它的造型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偏有点细长的水滴我感觉这个还有点大哈，没事儿就这样。我可能这一朵做出来会有点大。好，这是一个细长的水滴，那它做出来其实呢就比我前面做的这个要大很多，已经是去到它第3个层次那么大了。那我们这一朵就做大一点没有关系啊，同学们可以做小一点哈。就是如果我把它再细分成10个层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适合用手指头去搓把它搓成一个长长的水滴形。放在海绵上晾干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它是海绵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气孔，它空气可以进去，帮助这个粘土，这片粘土多肉呢，它干得比较快。第二个呢，因为海绵是比较软的，它就放在上面晾干的过程中就不容易变形这是这2个好处，它可以干得快，又不容易变形。好，这个尖尖呢，要注意，也不能尖得太尖就是大概这么大，有一点点粗，然后有点尖这个有利什么？有利我们组装的时候，你如果这里实在是太尖了，尖过头呢，它很容易断掉所以就是保留一点点尖，但是不要太细。第2个层次，平均分成3等份。大概目测去分不一定非常准，就是差不多。
切完了之后呢，一定是要挤压掉空气的，然后再把它搓成一个圆，完了再搓成水滴一个细长的水滴可以给它排好队。那等你组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搞错了。一个细长的水滴，这种形状。像这种就太尖了就不行，太尖了到时候一组装它就尾巴就会断掉，所以我们就给它重新揉一下，不能太尖它既要尖的又要有一点点的厚度像这样子的可以，这样子的就可以了。第3层次平均分成3等份你要是不确定，你就先不要切断先给它切个线，然后再去比较。挤压空气，搓圆，水滴，这个水滴是一个细长的水滴。我们这个多肉它的特点呢，就是每个层次它都是不断的变长，主要以变长为主。注意这个尖一定是要给它留一点厚度的你看一下，老师这个没有仔细揉，它就会有一点点表面会有点皱纹，一定要仔细的揉，然后揉到没有空气在里面呢，你再搓圆，它就能够表面光滑。你要是没有挤压空气，直接就拿来搓圆，它的表面是搓不光滑的搓出来的圆也不够圆。第4个层次，先分成3等份不要切断，先看一下是不是左边这个有点大，再分一下，好，差不多了，再给它切断，然后挤压空气，再给它搓圆，然后再越来越长。我已经估计到我这朵多肉做出来会很大了会比原来的这个要大很多，因为我现在第4个层次已经是到它最大的这个第10个层次那么大了。它有时候做了隔太久了，也会有点忘了那个大小应该怎么分然后就大概的去判断，我们大概的去判断就可以，大一点小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你的造型做得好看，然后有层次就行。老师用这个肌肉来让它这整一个渐变的过程呢是均匀的渐变的就是渐渐的变小，而不是突然的变没有突然断节的那种感觉。来，第5个层次一样，先分大概的先
给它画好线分一下，右边有点小，好，这样差不多切下去。好，挤压掉空气，然后再搓圆。啊，虽然这个有点大，但是我已经有点期待它做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了啊！因为我这种品种的多肉我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每一个层次比上一个层次要长一点。不能太尖，但是也要有点尖。啊，有同学说老师我没有海绵怎么办？那咱们就放在桌面上晾就行了。第6个层次，先分，好，目测的去分，差不多，切断，搓圆。搓长，一头大一头小，比前面那个层次呢要稍微长一点点，它有变化就好啊，慢慢变长，你不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不对。那越来越短的，你的粘土是比上一个层次要多的，但是你比它短，就说明你做的肯定是太胖了啊，就是太厚了，可以给它搓瘦一点。啊，你看老师忘了挤压空气，它就搓出来的表面它就有皱纹啊，一定要挤压空气。用这块肌肉，用这块肌肉去搓，这样子。轻轻的，尽可能不要去压到它那个头啊，那个头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调，但是你尽可能在搓的时候，大的方向你就不要去压它啊，压它它就不圆了，就变成尖的了。第7个层次啊，越来越大。先分了之后，你觉得不对，那我们再调整啊，右边有点小，切断，挤压空气，搓圆，水滴。细长的比例，如果不知道多长，要搓到多长，你就拿它跟上一个层次的来进行对比。好，有没有比它长？有就差不多了啊，比它长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水滴形做起来是要比那个有点像莲花形的那个多肉要简单很多哈。如果你那个你都会了，那这个水滴形对你来说就太简单了。啊，搓的时候有意识的，这个尖尖的位置可以多用点力，然后这上面圆的位置呢少用点力，那就搓出一个从粗到细渐渐变化的一个长长的水滴形。8个层次，先分平均分目测的，中间有点小，两边各给它一点，来调整，差不多。好，挤压空气。你也可以先拉伸一下，因为它在盒子里放的久了，多多少少有一些空气有点调皮就跑进去啊。空气只要接触到它了，那么它的表面就会被风干，所以我们要给它拉伸一下，让它的整一个粘土均匀起来，它就不会干啊，就变柔了。同时挤压掉里面多余的气泡、空气，那么它的表面就可以做得很光滑。搓一下就观察，搓一下观察一下，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保持它的造型比较美。搓一下，观察一下。啊，这个不行，这个被我一不小心搓得太尖了，它会断掉的啊。那我们就重新揉回去。所以尖尖的那个位置啊，你如果已经把它搓尖了，咱们就不能再往它那个位置用力了啊！再用力的话，它就会太尖，组装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断掉。这个造型可以了。你如果在拉伸粘土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些颗粒状，那就说明是它已经有一些地方被风干了。那咱们要给它拉到没有颗粒状，它就说明它的质地已经是完全的均匀、柔软、柔和。那我们这个时候才可能把它的造型做得好看。现在已经没有颗粒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搓圆了。放久了就是会这样啊！你在空气中跟空气接触久了，它就一定会风干，然后拉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颗粒状。好，尤其搓到后期，搓一下要观察一下，搓一下观察一下。最后第9个层次，一样的，先给它分3等份，大小差不多，这是分得很准啊，一样拉伸啊。刚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拉伸还是很均匀的啊。这里已经这个程度刚刚好了，那我们就不能再去搓这个尖尖的位置啊。你觉得它已经刚刚好了，那我们就差不多调整其他的位置，拉伸，拉伸到没有颗粒状，很软了，很均匀了，再搓圆。搓水滴。
因为这个地方，因为它很长了，你用其他地方去搓呢，它很难搓均匀的，就是这个面积最大的这块肌肉去搓才好搓。哎呀，一不小心又太尖了啊！尤其是它叶片越大，越不能太尖，太尖的话呢，就很容易断掉。再来，所以一定是要多观察，搓2下观察一下，搓1下观察一下，啊，然后你发现这个程度可以了就行了，就不要太尖。你看颗粒状很明显吧？然后再多拉伸几下，这个颗粒状就会消失。来，这颗粒状现在就基本上没有了，就是要拉伸，然后搓圆，水滴，搓2下观察一下，啊，这个尖尖的程度可以了，那么就调整上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晾干，给同学们看看老师做了多少啊？这么多，9个层次，每个层次3个叶片，一共是有27颗这个叶片，那就让它晾干。晾干完了之后呢，上色。好，这个多肉已经晾干了，我们下面来开始给它上颜色。那这个浅浅的绿色呢，我决定用一个偏橙的红色来给它上色，啊，朱红色。好，不用刮太多啊。那因为叶片比较小，所以我们蘸颜色的时候不用蘸太多，画呢也只需要画一点点就好了。啊，你感觉它的顶上有一点颜色，然后往边边渐变了就可以了。啊，太多了，多出来的粉我们吹掉。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搭配，也可以换一个颜色。
接下来开始组装，一样的，先用白乳胶在这个枝干上刷，然后这个多肉这个粘土呢，先戳一个圆，再戳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长长的水滴，但是我们这个组装呢方向是反着来的哈，上面是比较小的，下面比较大，再把它连起来，戳成上面小下面大的形状。好，然后同样挤一点胶水在桌面上，不用多，从最小的开始组装，蘸白乳胶在最顶上，3个最小的为一组，每3个为一组。接着第2层的插空，离它有一点距离，接下来第3层也是插空，有点距离，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接着继续往下插空，这个每一层之间都有点距离。好，我们再看一下效果，挺好看啊。接着第5层，一定要蘸一点白乳胶，就插进去。那么越往下面的叶片就越重。接着继续往下，每一层都是跟上一层插空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倒着拿，接着继续。再插空，好，然后下一层也是一样插空，隔一点距离。最后一层，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呈现的效果。非常漂亮的一朵多肉就出来了，然后再给它夹上一些植物生长的痕迹。这朵多肉就做好了。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做一些旁侧的一个小枝干，那么再做多一些小层次也会很好看啊。这个比较大，那当它晾干的时候，我们就要倒着放。先给